大家看到这个标题肯定会想，这人什么情况这么能折腾？我是挺能折腾的，但反正我不想承认这是我的原因。为什么不想承认是我的原因呢？这您就得听听我这搬家的故事了。从这期开始呢，打算把这个故事做成一个系列视频，也是对我自己过去这些年在国内搬家这段经历的一个记录。等以后岁数再大点记不住了，或者等孩子大了也能给他们看看，又或者说这也是我出国的理由。写在前面，因为最初我也不知道未来还会搬家这么多次，有的住处发生的事又特别突然，所以素材并不是很丰富，甚至有的部分是缺失的，大家就当是半个音频节目吧。我呢，是1984年出生在北京，在北京部队大院和西单六部口胡同里长大，一个北京味不是那么重的北京人。搬家这个经历吧，这些年一直在我心里，或者说是这么多年一直伴随着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了。这不儿，现在搬家都搬到日本来了，但目前来说，搬家的生活方式似乎在这里停下来了。我从小住在北京城西四环外玉泉路的一个部队大院，国防大学。这是个军官学院，这儿住的除了来这里进修的学员，还有教员和职工。小时候这个院儿可安静啊，教员基本上都是有文化有修养的，虽然职工素质水平不一，不过被整体环境的影响下，记忆里觉得那个院儿真挺好的，但记不清是哪一年。我家斜对门搬来一家子捡破烂的，这一切就变了。先说噪音方面，他们家情况是这样，因为我们住的那个是筒子楼，他家那门无论冬夏是常年不关的，就只关着一个纱窗门，屋里电视也是常年开着，只要他们醒了就一直开着，而且声音巨大。每天清晨5点半左右就开始在楼道里收拾那些破烂儿，在楼道里采一拉罐，基本上是每天都得折腾到早上6点半左右，他们家走了，我这才能再重新睡一会儿。真的基本上是每天如此，除非可能头几天垃圾捡得不好，废品收得不够多，才能相对清静1-2天。楼道里偶尔碰上住在他家楼下的大姐，也是怨声载道，说是找他家说过好几回，一点用没有，孩子周末想多睡会都没可能。第二就是到处堆垃圾，从楼外到楼里，从1楼到3楼，随处可见的他家堆放的各种废品破烂，餐馆收来的一次性餐具打包盒，夏天那个味儿绝了，经常在楼道里流一地渗出来的油汤儿，引来的蟑螂就更不用说了。楼道里的公共厕所，还有谁家暂时搬走了不住了，那家的门口都会成为他们家堆垃圾的地方。他们家那些垃圾还着过火，而且不是一次。要说这种筒子楼没着大了把几百人都烧死，这才算是意外。而且你说也奇怪，楼里也几乎没有人站出来指责他们，并且还有很多家庭愿意把不要的垃圾给他们家。楼里这些人也不跟他要钱，都是直接给。就因为他们家，我去部队院儿里的居委会找过好几次，居委会的人也基本都是院儿里住的人，跟那捡破烂的都认识，自然向着人家说话。我说我父亲还是这个院里原来的军人，还给院里做过那么多工作，人家居委会就拿我们没执法权搪塞我。我也找过警卫连，跟他们说了这个情况，他们当时听着也很气愤。第二天下午就来了好几个兵，想直接把他们家那些破烂儿都清理了。结果人家老太太正好在家，发现情况第一时间张开那俩老翅膀儿，就往那桌子上一护，这些兵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。僵持了10几分钟后就撤了。后来不知道他们家哪得知的，我找过院里部队的高层领导，知道也管不了他们家之后，他们家此后就在院里彻底无敌了，彻底放开了大干了。
另外有一次，他那儿子之前在楼道里打电话，我在屋里听得特清楚，听得我都傻了。聊的都是几十上百万的工程项目，还有一个就是这家人还真特有办法，在楼道里又要到一间房，再加上之前楼下的放自行车的地方，大概5米宽的停车棚，他家的破3轮加上破烂儿，占了得有80%面积。说到这儿再插2个事儿，一个是刚才被垃圾和桌子挡着的，我隔壁那家，他家大概有好几年没回来人住了，他家那个房间比较小，和我的楼道里隔出来小屋差不多大，所以可能也不太实用，因为他家根本就不回了，所以门口常年都是垃圾废品一堆。有一年我家做了个简单的装修，大概也就2周时间，重新刷了一下墙面，铺了一下木地板。装修师傅换暖气的时候把旧的拆下了，一看隔壁那家门口堆的也是垃圾废品，就把拆下来的暖气临时也放在那儿，也是倒了霉了。隔壁这家这时候回来了，好家伙，就因为那暖气放他家门口了，这个大发雷霆，到处找居委会和院儿里领导投诉。这院里联系到我后我都傻了，我说那门口堆了多少年那捡破烂家的东西，我这装修师傅放一个暖气在那儿，也是装修时临时放的，这一个劲投诉我，没办法，咱是讲道理的人，只能让装修师傅先给人家挪开。但这家隔壁的后来也没找院里去投诉捡破烂的一家，为什么？因为捡破烂那家正好在家，看见隔壁那主人在楼道里打电话说自己家门进不去，正投诉的时候，人家就在那眼皮子底下悄悄地把自己的垃圾都挪走了。后来隔壁这家其实也只是把屋里简单收拾了一下，然后就又走了，有几年不来住，他们家门口就又堆上了新的一堆破烂儿。第二件事，我家对门儿是院儿里的教育员和他媳妇住，还有一孩子，估计4岁左右。这事儿也挺乐，他们家自打分了这套房搬进来，门上就挂上了照妖镜和辟邪的玉狮子。我们2家的门正对着，距离也就2.5米，我家门一开都能看见那照妖镜反射的光。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的就是他家那孩子。那孩子也是每天基本上自要醒了，整天都跟有人要杀他似的高音尖叫，要么隔段时间一声，要么就一次连着大叫10几秒。这孩子还特爱在隔壁门口堆的垃圾那儿玩，好几次他在门口那破烂堆里玩垃圾，也能自己跟自己叫，实在不理解这是什么状态。后来一次大清晨就开始叫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就去敲门，这才知道那对门那臭德行。那女的坐在转椅上翘着2郎腿，男的站旁边，女的那轻蔑又高兴又那种特有的得意洋洋的那表情。你有了孩子就知道了，我们孩子就得叫，我们家孩子需要叫，我们不觉得扰民了。我说都是部队里的教员和家属，咱得更有素质是不是？咱得比老百姓更严格要求自己吧。人家回话说，你先生的孩子再说吧。